在苹果 A19 Pro 联发科天玑9500之后，那9月的压轴大戏来了。那这台就是搭载高通新旗舰8 Elite 正5的1+15。当然，它现在还没发布啊，我还不能给你们看它的完整造型。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先了解一下1+15的游戏性能。那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QRD 的视频里面，我们已经详细聊了815的架构。那它和8一样，依然是由2颗超大核和6颗中核组成。缓存部分呢，则是延续了前代大核跟小核簇分别12兆共享 L2 缓存和8兆片上 SLC 的设计，加上一颗缓存增大50%的 GPU， 整体的核心面积基本上和前代保持了一致啊。我们也测试了1+15量产机上815的表现啊。那么在强制散热的条件下呢，这台1+15上跑出了 Geekbench 6单核3836分，多核12352分的峰值成绩。这个多核成绩呢，毫无疑问已经问鼎了今年手机旗舰 SoC 之王啊。而单核呢，也凭借着 SME2 的加强，也做到了仅次于 A19 系列的水平。当然呢，比峰值性能更重要的是能效表现啊。那815的这个多核能效是不错的，它轻松超过了天玑9500。中高频段呢，它的曲线也插进了 A19 Pro 和 A19 之间，距离 A19 Pro 并不远啊，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稳步的升级。那 GPU 方面呢，这次1+15的815在 3D Mark SNL 里面跑出了3143分的峰值成绩，那这个峰值性能呢，介于 A19 Pro 和天玑9500之间。那今年3家 GPU 的峰值性能还是相对接近的。那如果我们来结合功耗呢，去看能效曲线的话呢，815的这颗 GPU 啊 ，SNL 曲线呢也是稳稳的落在了 A19 Pro 和天玑9500之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5到8瓦左右的功耗区间内，其实815的 GPU 并不会比天玑9500落后多少。那这很可能就是这次增大 GPU 缓存所带来的收益。那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呢，也已经详细测试了这颗815的每个 CPU 核心各个评点下的详细能效表现，以及 GPU 吞吐量、光追性能等测试。那关于详细的性能分析，我们会在下期视频当中和你好好聊聊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就直接来看看这台1+15在游戏当中的实际表现吧。那么咱们首先从每台手机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儿——崩坏形成铁道开始。我们跑了2档分辨率啊，先来看看高分辨率 770P 的表现。对比一下最新的 iPhone 17 Pro Max 啊，1+15当然是可以毫无压力的跑在平均59.6帧，整机功耗5.9瓦，和天玑9500机型比起来，功耗也要稍微低一些。44.7度的最高机身温度虽然不像 iPhone 那么低啊，但仍然是可以接受的。不过总体来说呢，3大旗舰在崩铁里的表现是挺接近的。那相比较于上代8E的机型，功耗都有明显的降低。当我们把分辨率拉到非常高 991P 之后，那1+15依然可以保持平均帧59.4帧，整机的功耗来到了7.3瓦，这和天玑9500的机型表现接近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上一代8E的 Ace 5 Pro 已经很难维持接近60帧了，会掉到平均53帧，所以你还是能看出来啊，这代8E5的游戏能效的进步啊。那我们也同样跑了30度5G 下的 770P 崩铁魔鬼测试，那么这时候1+15呢依然坚持住了平均59.4帧，机身温度控制在47度，这热还是挺热的啊。但这个表现呢，已经比天玑9500机型和各种8E 和9400的机型都好得多了。那再来看明朝的表现，在864P 分辨率下，1+15可以稳定跑在59.8帧，功耗只有5.1瓦。那这个能效相比较于前代的8E 机型呢，进步是非常明显的，功耗也远低于天玑9500机型。此时呢，机身最高温度只有42度出头，表现确实不错啊。那应该说，明朝是很典型的高通优势的游戏，这代815毫无疑问的再获佳绩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也跑了王者120帧的极致画质啊。那1+15的1%low帧呢倒是表现不错，游戏全程没有任何掉帧。不过3.5瓦的功耗并不会比前代的8E 机型更低啊。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，新处理器如果不大幅改善低频能效的话，这个对于王者荣耀的优化空间呢，就改善已经很小了。那1+15呢，在常规游戏里的表现很不错啊，但显然呢，一加并不满足于此。那么为了带来极致游戏体验，今年的1+15还带来了另一个杀手锏，那就是165超高刷游戏啊。没错啊，它的屏幕刷新率这次升级到了165赫兹。那对于 PC 玩家来说，超过120赫兹的高刷显示器已经是几乎所有 FPS 玩家必备的武器了。那165赫兹的刷新率呢，如果能够跑满，也就意味着每秒钟比120赫兹多了45帧啊。那对于 FPS 游戏这种分秒必争的游戏来说呢，更高的刷新率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更多的信息量，也意味着更高的 KDA 和胜率。但是手机的主流刷新率其实已经停留在120赫兹很久了。即便以往呢有零星做了165赫兹高刷的手机，也会面临2个难题啊。那一个是性能上呢很难做到长时间165满帧，二是游戏方面的生态支持也确实一直不怎么样。不过1+15这次就在致力于解决这2个问题，带来了完善的超高刷体验和生态。我们在穿越火线手游里面呢，通过连点器同时点击165赫兹和120赫兹2款产品的屏幕。那么在清空弹夹的测试当中呢，能够明显看到165赫兹的1+15在同样的时间内做到了比120赫兹的手机多发射几颗子弹啊。
那这也意味着呢，能够给对手带来更多伤害。可以说啊，在 FPS 游戏里，1+15的165赫兹刷新率的提升呢，确实是大有帮助的，也难怪官方说这个1+15是枪神首选啊。那这次我们还测试了三角洲行动，看看在165帧的模式下，1+15的表现是不是真的那么能打啊？那我们将画质调到最高档位，开启165赫兹模式。那进行了半个小时的165帧三角洲行动测试下来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啊，这1+15的平均帧率稳定在了164.8帧，1%low帧呢也达到了148.4帧。那这个就基本上算是全程满帧运行了，平均功耗也只有4.7瓦。这个性能表现加上165超高刷带来的流畅度与跟手能力，那可以说啊，1+15在玩三角洲行动这类大型 FPS 游戏时，确实是有点东西的。那1+15这次不仅仅是做了165超高刷的产品啊，更重要的是呢，还联合了许多游戏厂商完成了165帧游戏的适配。目前，三角洲行动、暗区突围、使命召唤手游、火影忍者、跑跑卡丁车等游戏都已经适配了1+15的165刷新率，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游戏适配到165帧了。那如果你是一个手游竞技玩家啊，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1+15到手后的游戏体验。那看完了1+15在游戏中的表现，这台新机的游戏帧率、功耗、温度都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啊。再加上它引入了165赫兹超高刷，可以说1+15的游戏表现确实相当出色，也难怪一加将其定义为 Ultra 级性能了啊。那不过我也好奇，这台1+15在续航等等综合体验上表现怎么样？那这就等到机器发布之后再来和大家揭晓吧。好了，喜欢这期节目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那这里是极客湾，我是飘哥，我们马上再见。